爱上了被关在实验室里的狼人。为了让他活下去，我送了他很多折纸星星，甚至承诺他，只要他凑够50个星星，就实现他的愿望。狼人不再一心求死，不仅每天按时吃饭睡觉，还会在收到我的小星星时，把它捧在手中亲吻。可是，在我准备表白那天，我看到狼人亲吻师妹的手心，我会假装和云青青在一起，等到他生日那天，狠狠甩了他。这是他欺负你的代价。我伤心欲绝，撕掉最后一个星星，转身离开。没想到，不久后，我带着秃兽人来到实验室，狼人却发疯一样的撞击玻璃，卑微的哭泣恳求。我凑齐了50个星星了，你说的愿望还算数吗？那天，高大的狼人半跪在娇小的人类女孩面前，像对待珍宝那样小心翼翼，亲了亲她纤细玉白的指尖。柳如烟带着哭腔问：为什么要在她生日那天才提分手？你舍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小傻瓜。叶川的声线冷了一瞬，在他最期待的日子留下最痛苦的回忆，这样才能让他以后的每个生日都记起你。我慌乱地移开视线，胸口疼得发紧，藏在身后的粉色折纸星星几乎要钻进掌心。向来不肯以瘦姿态显于人类面前的叶川，忽然露出一双棕灰色的狼耳，故意抖了抖，像是在逗女孩开心。如烟乖，别哭了，摸摸她。柳如烟双颊绯红，小声娇嗔：谁知道你这耳朵给云青青摸过多少回，我才不稀罕。叶川轻嗤：那个送我几张废纸，就妄想我会爱上他的蠢货，他也配？他主动低头将狼耳送进柳如烟掌心，温柔地蹭了蹭。我们狼族一旦认定伴侣就是一辈子，是最忠诚的动物。如烟，我是你的，也只是你的。他的许诺字字温柔，掷地有声。我的头埋得更低了，却不敢发出声音，只有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脚边，晕开一团又一团小小的水渍。过了很久，外面的人终于离开了。我擦干眼泪，将纸星星撕成碎片。我拖着蹲麻的腿来到爸爸的研究室，他停下手上的实验，见我双眼红肿，叹了口气，说吧，这次又想为了那只小狼求什么？我平静地问：你答应过我的，还算数吗？如果我能在考核中拿第一，就允许我领养兽人伴侣。爸爸的眉皱得更紧了。当然算数，但你还是非他不可。青青，听爸爸一句劝，你们真的不合适。我摇了摇头，打断他：不要了。语气虽然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，却异常坚定。爸，我不要叶川了。在这所顶尖生物研究所里，有很多训练兽，只有非常优秀的研究员才有资格领养兽人伴侣。兽人伴侣意味着被人类信任，一旦双方结契成功，不仅可以一同训练、并肩作战，甚至能缔结更亲密的关系，比如领养、结婚。这也意味着被选中的兽人将获得最高权限的自由。上次考核，我本来已经拿到了第1名，可柳如烟的举报信摧毁了一切。研究课题相似，报告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重合的数据，成了我剽窃他的学术铁证。这件事闹得太大，我被迫停职1年，配合调查。虽然最后查明了真相，证明了我的清白，但柳如烟始终不愿相信。她坚信自己是受害者。至于我，因为是首席研究员的女儿，才得到了这样特殊的包庇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她为了报复我，甚至去接近叶川。叶川就是我的训练兽，我一直偷偷地爱着他。我早就想争取兽人伴侣的名额，所以瞒着他悄悄努力。虽然去年停职耽误了，也没什么要紧的。那我今年就更努力一点好了。叶川一直想自由自在，我曾无数次幻想他收到这份礼物的表情，却不知道原来叶川不相信我，甚至无比憎恶我，憎恶到连报复我都要选在生日的那一天，碾碎我的全部美梦才肯罢休。当天下午，我去递交了训练兽退还申请，掌管档案的老师很惊讶：青青，你不是最喜欢那只狼人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们会。他没再说下去。是啊，谁都看得清我的心意，只有叶川嗤之以鼻。我面无表情地将叶川的专属号码牌丢进回收箱，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点羁绊。我问宋老师，现在还有可供挑选的训练兽吗？宋老师拿过来一堆旧档案，有，但都是一些没人愿意要，资质也比较弱的。我目光扫过屏幕上寥寥无几的档案，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一只通体雪白的巨兔，眼睛像2颗红宝石，安静又温驯地趴在那里。性别一栏写着大大的雌性2字，脖子上还系了粉色的蝴蝶结和小铃铛，好萌。以前我给叶川买过同款，可他觉得太娘了，说什么都不肯戴，还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当场把东西丢进垃圾桶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我有兔子了，浑圆可爱又听话，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，就这个吧。我回过神，抬手指向他。傍晚，我还是去了一趟叶川的龙区。青青，你今天来得好晚。他琥珀色的瞳仁划过一丝不悦，蹙了蹙鼻尖，语气微沉。你身上有其他兽人的气味，你刚才去见谁了？差点忘了，狼的嗅觉很敏锐。他显然还不知道已经被我退还的事实，而我也没打算亲口告诉他，可能是路过其他龙区时不小心沾上的吧。叶川的目光落在我空荡荡的手上，状似不经意的提起，你前几天不是说有惊喜要给我吗？你听错了。我语气平淡，他的表情有一瞬的僵滞，随即若无其事地转开脸。是吗？
察觉到我今天有些格外沉默，叶川又主动开口：下周是你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过？我含糊不清的回答：还没想好。哦，往年你可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嚷嚷了，今年倒是很反常。叶川轻咳一声，余光瞥向我：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看萤火虫？北城外的森林是叶川的故乡，每逢夏夜，萤火如星河倾泻，夜色如画。换作平时，我早就开心的跳起来了。可今天回答他的只有我打包资料的沙沙声。叶川嘴角的笑容挂不住了，他强压着火气：喂，云青青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一直收拾东西是几个意思？搞得好像明天不来了一样。不来了，不只是明天不来了，是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你请假了。叶川眉头紧锁，几步跨到我面前，突然用手背贴上我的额头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别那么拼。我下意识的偏头躲开，他怔了一下，自顾自嘀咕：好像真有点烫，人类真是脆弱，这么容易就生病，比狼难养多了。他语气里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焦躁。回去别熬夜了，吃了要早点睡。叶川危险的眯起琥珀色眸子。还有，明天要是再让我闻到别人的味道，你试试看。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时，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叶川800遍，肯定是被他咒的。这会儿我头晕目眩，浑身发烫，连呼吸都带着灼人的热度，真有种发烧的感觉。客厅角落，新来的兔子安静地蜷缩着，静静地看着我。它看起来真的又小又弱，人畜无害，没化形的兽人就是好，还能当宠物养。我拿了几个草饼给它，又躺回沙发上，肚子发出咕噜一声。我有气无力地说：对不起啊，小兔子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又生了病，明天再陪你玩吧。昏昏沉沉睡过去之前，我好像看见兔子点了点头。深夜烧得昏昏沉沉之际，好像有谁的额头贴在我发烫的额头上，冰冰凉凉的，好舒服。我下意识凑近，又往上面贴了贴，唇瓣被温柔地拨开，塞进一枚药片，苦涩的味道扩散在舌尖。不对，我一直是独居，家里怎么会有别人呢？猛地睁开眼，一个银发少年坐在我身侧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泛着水光，无辜地看着我。他上身未着寸缕，腰间只围着一条薄巾，勾勒出精壮的腰身。你是谁？我坐起身，警惕地看向他。少年难为情地低下头，银发间冒出2只垂下的兔耳朵。我是你带回来的小兔子，对不起啊，姐姐，突然变成这样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我无语凝噎，眼睛更是不敢乱瞟。档案上写的不是雌性吗？察觉到我的回避，白风语气失落：姐姐是后悔了，想把我退回去吗？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是之前的训练师嫌我太弱，说我不像攻兽人，就把我档案上的性别给改了。他咬着殷红的唇瓣，眼眶越来越红。蝴蝶结是因为我以为只要打扮得足够可爱，就会有人愿意留下我了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对不起。他失落地放下水杯，转身时手臂上几道陈旧的疤痕和密密麻麻的针孔赫然映入我眼帘，显然是前主人折磨过的痕迹。我心里莫名一揪，白风，我没想赶你走。他惊喜地转过身，可胸前2颗粉色实在是引人注目，我的视线飞速收回。你可以留下，但以后在家里必须把衣服穿好，听懂了吗？白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可是姐姐刚才昏睡的时候一直在我这里摸来摸去，我还以为你喜欢这样。他指向腹肌，摆出一副只要你想摸，我随时给你摸得爽的慷慨表情。什么？我居然还做出那种事，对着一个刚化形什么都不懂的兽人上下其手，这样跟变态有什么区别？不喜欢。我那是烧迷糊了。我赶紧用被子盖住头，窘得无地自容。好了，我困了，你也早点睡觉吧，晚安。第二天路过龙区时，我跟柳如烟撞了个正着，看方向，她应该是从叶川那儿过来的。柳如烟露出一个怯生生的笑，云师姐，你看起来睡得不太好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？她在人前向来如此安静羞怯，像一朵脆弱易折的小白花。我不想维系这种表面关系，径直从她身边走过。几个路过的研究员闻声侧目，我的无视刺痛了柳如烟的自尊。她沉下脸，抓住我手腕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却足以让周围人都听见。云青青，失去一切的人是我才对，我已经主动求和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摆出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？肌肤相贴的那一秒，脑海里瞬间回想起叶川低头吻她指尖的画面，恶心感顺着手臂缠绕而上，我猛地甩开，别碰我，却因为动作幅度太大，我的手腕狠狠撞在了旁边置物架的尖角上，整只手都麻了。划伤的皮肉外翻着，伤势狰狞，我疼得倒吸凉气，挽起袖子，避免碰到伤口。柳如烟狼狈地站稳，她捂着自己胳膊上那道浅浅的划痕，忽然哭出声：师姐，你吓到我了，第1名和叶川都给你，你能不能别对我发火？不远处，龙区的特制金属门骤然打开，一道黑影闪至眼前，是叶川。他宽阔的背脊将柳如烟严严实实地护在身后，食指化作锋利的狼爪，狼瞳毫不掩饰冷冰冰的厌恶。云青青，你刚才想对他做什么？他嘴角扯起嘲讽的笑，你们人类最擅长欺辱比自身更弱小的存在，我曾经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，现在看来你们一样恶心。兽人离开龙区必须获得训练师的批准，为了让叶川能自由散心，我早在很久以前就解开了所有限制。此刻红发少年正利用着我亲手赋予他的特权，站在这里关切地检查柳如烟的手臂，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柳如烟抽泣着，打了个小小的哭嗝，目光却不经意地落在我身上。师姐好像也受伤了。叶川连头都懒得回，忍不住呵斥他，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善良了？他推你的时候可没想过你会不
不会受伤。柳如烟无声地翘起嘴角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着得意。换做以前，听见这样的评价，我一定会觉得很委屈，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争论。可这次，我异常平静地说：叶川，你喜欢柳如烟，对吧？其实你大可以早点告诉我，不必假装答应我的表白，还特意选在我生日那天给我难堪。我之所以期待生日，并不是我有多注重仪式感，而是因为期待那一天你能陪在我身边。我说着说着眼眶含泪，只是有点遗憾，要是真能去看看萤火之夜就好了。叶川猛地一怔，下意识否认：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看不惯你随便欺负弱小而已。他还是不肯承认，但无所谓了。我伸出那只鲜血淋漓的手，摊开在他眼前，淡淡开口：叶川，我们之间的契约结束了，把纸星星还给我吧。那些纸星星在叶川的眼中是废纸，却也是我这个蠢货花了好几个晚上强撑着困意做出来的。每一颗纸星星的里面都藏着我满满的爱意。粉色的纸星星里面写着叶川要按时吃饭哦。配图：一只小狼咬着骨头，露出凶巴巴的表情，旁边的女孩却笑得眉眼弯弯。蓝色的纸星星：叶川生病要按时吃药哦。配图：小狼不情不愿地张大嘴，女孩踮起脚尖，头喂了一颗粉红色的爱心。红色的纸星星：叶川要天天开心啊。配图：下雨了，小狼躲在蘑菇下面，心情郁闷，女孩悄悄站在他身后，伞全都倾向他，自己的半边肩膀却淋在雨里。紫色的纸星星：叶川18岁生日快乐。配图：女孩捧着蛋糕，小狼温柔地注视她。每一张纸星星里都是我们相处的过往，也藏着我对未来的期许。他可以对我的喜欢弃如敝履，但我想要收回那些珍贵的心意。叶川拧着眉，他没料到我伤势这么重，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。不是，你的手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他不再像刚才那样盛气凌人，却依旧强势霸道地靠过来，想触碰我的手。我厌恶地躲开，再次重复：把纸星星还给我。叶川急了，语气焦躁不安：云青青，没人稀罕你的破纸，先别管这个，我带你去找医生。档案管理老师出现，挡住他的去路，编号 S1178，找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他晃了晃手里的退还申请表，签个字吧，你被退货了。叶川轻嗤一声，退货。直到他亲眼见到那张表，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，反复确认文件的末尾的确是我的笔记。叶川终于抬起头，眸底燃着怒火：云青青，为什么？失去训练师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特权。叶川立刻被没收了行动权限，2名安保人员一左一右上前，试图将他带回龙区，可叶川奋力挣扎，还撕碎了退还申请表，一直喊着我的名字。也是，他早就习惯了我无底线的纵容，骄傲如他，从来都是甩了别人的粉，怎么能容忍一个讨厌的人先抛弃他呢？不过这点微不足道的不愉快，想必很快会被抚平。柳如烟会接管他，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吗？至于那些礼物券，改天再要回来吧。思绪被手机的震动打断，低下头看到白风的消息：姐姐，夏牛好，我今天用手机练字，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一只颇有年代感的旧手机，还是最原始的手写输入法。我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，回复：加油。不过是下午好，不是夏牛好。白风很开心，秒回：知道了，射姐姐。我两眼一黑，这个字你也写错了，别乱射哈。结果白风又不小心按到一大堆乱码，他赶忙道歉，又寸不起：姐姐生气了吗？家里很无聊，想姐姐。我明知道白风天性单纯，说出的话并非有意，但他偶尔冒出来的话还是让我耳根发热，招架不住。与此同时，心头漫上愧疚。白风说家里很无聊，他刚刚化形，对这个世界充满陌生和好奇，正需要引导和陪伴，而我却沉溺在叶川带来的负面情绪里，将他独自留在家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既然领养了新的兽人，就该彻底告别过去，承担起应有的责任。我没生气，马上回家陪你。白风，哦，受你。姐姐13，我扛着一大包兔子爱用物回到家，想给白风一个惊喜，可客厅里漆黑无光，他人也不知所踪。白风，角落里传来他微弱的回应：姐姐，我在。打开灯才发现，身形高挑的他缩在角落里，透着一股被遗弃般的可怜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垂下眸子，满脸黯然，嫣红的唇瓣动了动，终究什么也没说。我却察觉到异样，地毯上零零散散落着许多彩色的纸条，那是我还没来得及送给叶川的礼物券。我白天想帮姐姐打扫房间，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盒子。他抬起红红的眼睛看我，那些纸条是不是很重要？姐姐，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别赶我走？我心口一酸，安慰他：你放心，不会的，我怎么会因为一堆废纸赶你走呢？那不是废纸。白风打断我，声音很轻，很认真。我捡东西的动作猛地停住，那是你很用心画的，每一笔都很重要。胸口的酸涩蔓延开，这些从未被认可过的心意，第一次有人对我说他们很重要，姐姐也很重要。手上的纱布被白风轻轻拆下，柔软温热的触感贴上手背，那个吻不带任何情欲，却小心翼翼，充满怜惜。灼热的呼吸引得我一阵战栗，我僵在原处，心跳如泪。他俯下身，轻启红唇，含住我的指尖，黑暗中感官体验无限放大。白风，这样不可以。我想抽回手，他却先一步停下，清澈的双眸光明磊落，倒显得我心怀邪念了。为什么
不可以这样？姐姐就不疼了。14。第二天，我惊讶地发现手背的伤口居然愈合了，肌肤完好如初，好神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好几盆植物，在白风的精心照料下，家里都快变成植物园了。此刻，她就坐在落地窗前，被那堆花花草草簇拥着，波光潋滟的眸子弯成月牙。我在认字呢，她清朗的声线，逐字认真的念着，一副乖巧号。听了一会儿，我才发现她读的竟然是小红帽与大灰狼。念到某处，白风忽然停住。姐姐，你之前的兽人是只狼吧？她皱着鼻子看我，昨天那些画着小狼的纸条上有很浓的狼兽人气味，你回家的时候身上也沾了一点，就是有点臭臭的，应该就像这个故事里说的，是只会骗人的坏狼吧？我却莫名有些心虚。白风这敏锐的嗅觉堪比 S 级兽人，到底哪里弱了？你很怕狼吗？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我只是怕你又被他抢走，所以很有危机感。想起白风手臂上的旧伤，心中了然，一定是前任主人对他不好，才让他如此缺乏安全感。我站起身，将那些礼物券和叶川有关的东西毫不留恋地扔进垃圾桶。我和那只狼已经彻底结束了，既然选择了和你结契，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。我努力组织语言，想让他安心。你放心，爸爸同意我领养兽人伴侣了，等我拿了第1名，就正式领养你。话未说完，童话书掉在地上，白风从身后抱住我，高挺的鼻梁状似无意地擦过我的锁骨，亲昵地在我颈窝蹭了蹭。姐姐，你真好。那双垂下的眸子却停留在垃圾桶的方向，漾开一抹得逞的坏笑。15。领养的兔兽人总喜欢跟我贴贴怎么办？我查遍文献，发现了兔子的特性，他们面对自己信赖之人，会表现出极强的占有欲。贴贴，这是他们表达喜欢和归属的方式之一。以往的驯兽经验告诉我，应当顺应兽人的天性，而非强行抑制。可比起叶川那种拒人千里的疏离，白风这种毫无保留的亲昵，总让我心跳加速，面红耳赤。他心思那么敏感，如果我直接拒绝，恐怕又会伤到他。好烦！这有什么烦的？我的搭档许南宙耸了耸肩，你道德底线也太高了吧？吃穿用度你可都没少他，索要点情绪价值怎么了？我节气的虎兽人参怀产物，黄金瞳、公狗腰，可爽了！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我赶紧打断许南宙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了敲研究室的玻璃。林研究员，编号 B0023，训练结束了，今天是兽人体能课。不等我走出去，白风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头进来，他乖巧地跟我搭档打招呼。许研究员，你好，我是姐姐的兽人白风，我听姐姐说起过你，这是我做的海鲜胡萝卜饭，请你尝尝。许南宙接过包装精美的餐盒，冲我使眼色，不错啊，这小兔子嘴甜，长得也好看，比那只臭脸的狼强多了，改天跟我家那只白虎换换。白风依旧笑得人畜无害，语气却毫不迟疑，这个恐怕不行，姐姐说以后要跟我结婚呢。我差点摔了手里的杯子，我是说了会正式领养他，可领养分很多种，并不一定要结婚啊。然而我并不知道的是，一门之隔，有一道身影松了口气，转身朝反方向走去。16。柳如烟停在最远的龙躯前，叶川沉默地坐着，狼尾逶迤在地，透出几分罕见的颓唐，手边散落着曾被他不屑一顾的礼物券，整整46张。今天是被关进来的第3天，他依旧拒绝签字，滴水未进，不曾合眼休息，仿佛在用这种自虐的方式，固执地逼某人再来看他一眼。听见声响，他冲到玻璃前，却在看清柳如烟的瞬间，期待幻灭了。柳如烟拍打玻璃，眼尾泛红。阿爷，好不容易等到云青青那个贱人放手，你为什么不签字？你不是最讨厌他了吗？叶川喉咙动了动，没说话。是啊，他最讨厌云青青了。他自信要强，从小在爱中长大，好像总是用善意来面对别人的恶意，这太讨厌了。而他喜欢柳如烟，也是因为瑶瑶会激起他的保护欲。弱小无助的瑶瑶被上位者欺凌，经常让他想起面对人类的自己。可是好像又有哪里不对？如果这是喜欢的话，为什么看到云青青亲手写下的名字，他会胸口闷得喘不过气呢？柳如烟委屈极了，不就是他发现了我们的计划吗？云青青抄袭我的成果，利用他爸住处打压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感受？你只是在帮我讨回公道而已。阿爷，你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要做我的兽人的。叶川闭上眼，记起第一次去质问云青青的时候，你真的做了那么恶心的事吗？云青青难过的看着他，叶川，你不相信我？那神情像极了他那个伪善的父亲。明明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兽人们，却假情假意的掉几滴眼泪，转身用那些生命换来一个又一个科研奖项。他没做错任何事，不过是在维护正义，保护弱者而已。柳如烟放软了声音，阿爷，你想想，她那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从不缺兽人宠物，又怎么可能是真心喜欢你？现在她玩腻你了，转头就找了只新兽人。叶川叔弟看向柳如烟，不知怎地，记起那天云青青身上沾染的兽人气味。柳如烟的声音尖利的让人心里发慌。我今天亲耳听见云青青说，她马上就要和那只兔子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川愣住，下一秒他利爪暴怒的滑向玻璃，情绪濒临失控。不可能，云青青明明是我的训练师，结婚我没有解除契约。他休想。17。入夜，暴雨如注，客厅内却一片静谧。我和白风相对而坐，
她赤裸着上身，月光隐隐勾勒出精壮的身材，绯红的眼瞳注视着我，越发妩媚勾人。我启动连接器，手掌轻轻附上她温热的胸口，试图感知能量核心的位置。是这里吗？手下肌肤骤然绷紧，白风呼吸一滞，在说话时声音低沉嘶哑：姐姐，不是这里。奇怪，无论是最高级的 S 级兽人，还是最低级的 B 级兽人，能量核心通常都是在心脏，为什么和白风链接不上？我蹙眉念道，沉迷于工作障碍中，完全没注意到白风越来越灼热的眼眸。难道是这里？我的手又移回他的肩膀，他眯了眯眼，深邃的眼眸幽深。姐姐，虽然我很喜欢你这样摸我，但这里你都摸了第4遍了，是不是也该往下试试？那笑容透着几分狡黠。没事，可能是我没找对位置。据说精神链接建立后，兽人和训练师可以彼此分享情绪，也能看到对方的某些记忆。之前我和叶川从未建立过精神链接，所以这次时间花得久了点。白风低笑一声，温热的大手忽然牵引着我，按在他紧实的小腹上，块垒分明的腹肌触感清晰无比。那这里也试试。我脸颊发烫，故作镇定，却依旧感受不到任何能量波动。怎么觉得客厅里越来越热了？姐姐跟那只狼从来没有这样过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那还真是要谢谢他的有眼无珠，不然姐姐怎么会捡到我呢？白风笑盈盈的，自像是有星河流转其中。他握着我的手腕继续缓缓向下，我想抽回手，指尖却在某处凸起划过。他唇间溢出一声闷哼。我试图维持训练师的威严。白风，虽然你刚化形，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。男女有别，我们之间要注意交往的尺度，不能。白风轻伸过来，手臂绕过我的腰肢，将我压倒在柔软的地毯上。不能什么？他的唇近在咫尺，与我气息交融，暧昧在此刻无声蔓延。我试图找回最后的理智，不能像现在这样。可我在帮姐姐找到我的能量核心啊！他无辜的眨眼，找到了。他眼尾漾出潋滟笑意，垂眸含住我的唇瓣。18，白风像是早有预料，不允许我有半分闪躲，拖住我后颈的手微微用力，将我固定在他可控的范围。察觉到我在逐渐放弃抵抗，轻笑一声，撬开我的唇齿，又朝着更深处掠夺。我无力地发出呜咽声。就在我觉得自己快要融化的时候，叮咚，连接器发出成功的提示音，眼前忽然换了一副景象，白风的记忆正通过刚刚建立的精神链接汹涌地传回我脑海。我看见自己走进龙区，逆着光蹲下身，摸摸他的头。小兔子，我们回家喽。接着画面一转，是我蜷缩在沙发上，烧得双颊泛红。他伸出手想要替我擦去额头的汗，却又像是害怕失去，小心地收了回来。所有记忆的片段全是我的身影。姐姐，白风忽然停下，耐心提醒，该换气了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大口呼吸。他眼神暗沉，又要再次吻下来。我趁机撑住白风的胸膛，艰难地解释，在人类的世界里，亲吻这件事只能对着喜欢的人做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他认真地看着我。那如果我说姐姐就是我喜欢的人，可以继续吗？我微微一怔，他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白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继续说下去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，是你救了我，给我活下去的希望。他一只手撑在我的身侧，另一只手眷恋地摩挲着我红肿的唇瓣，想吻你，想抱着你入睡，想成为你的兽人伴侣，也想让你永远是我一个人的。云青青，我很确定我对你的喜欢不是兽人对训练师的依赖，是男人对女人的恋慕。这次说得够清楚吗？火苗从耳根燎原，一路烧到脖颈，心脏咚咚直跳，像小鹿奔腾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的时候，卧室里手机忽然响起，我如同抓住救命稻草，赶紧冲过去。七七，出事了！搭档焦急的声音传来，那只狼人叶川，他冲破封锁失踪了。白风慢条斯理地拉开房门，叶川站在门外，他喘着粗气，浑身被暴雨淋湿，衣襟隐隐透出血迹。白风打量这位雨夜的不速之客，明知故问，你是哪位？我找云青青，我的训练师。那浓烈的令人作呕的兔子味道让叶川感到无端的愤怒，尤其是白风这副打扮，这只兔子才来了几天就可以如此理所当然地住在这里，穿着睡衣，半裸胸膛，嘴角还有一抹可疑的红。你找错地方了。白风啧啧道，这里确实住着一位云小姐，但她是我的训练师，未来也会是我的兽人伴侣。兽人伴侣4个字刺痛了叶川。呵，你说了不算，我没有同意解除契约，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是。白风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收了姐姐礼物券，转头又和别人合谋给她难看的狼人啊。他歪着头，纯良的脸微微困惑，你不是喜欢别人吗？为什么又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来找他？好下贱啊！比起白风的挑衅，叶川更在意云青青和他之间的亲密，亲密到居然连这种事都能倾诉。云青青跟你说了什么？姐姐什么都没有说。白风好像话里有话，是建立精神链接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在他记忆里看到的呢。他轻轻抚过自己的嘴唇，笑得人畜无害。叶川瞬间明白了，他们建立了精神链接，甚至接吻了。滔天的醋意，还有快要失去云青青的恐慌，瞬间将他吞噬。你他妈找死！叶川猛地飞身上前，扑向白风的咽喉。然而那看似柔弱可欺的兔兽人只是漫不经心的抬腿，砰！叶川甚至没看清动作，就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狠狠踹飞，重重砸在身后的电梯门上，金属门壁微微凹陷下去。叶川咳出一口
血沫，这样的力量和速度绝对远超 S 级。那只兔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时屋内传来云青青关切的询问声。白风，外面什么声音？他的脚步声清晰可闻。叶川不想让云青青看见这么狼狈的自己，强撑着身体再次逼近门口。白风却忽然拔高声音，换上一副惊慌的嘴脸：“姐姐，这里有一只很凶的大狗。”与此同时，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兔爪，在赤裸的胸膛上狠狠划下2道又长又深的血痕，鲜血瞬间涌出。做完这一切，白风定定地看着震惊的叶川，势在必得地笑着，却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抓得我好痛。20，我冲出门外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白风脸色苍白，伤口在白皙的皮肤上格外刺眼，他微微颤抖，仿佛随时都会倒下。而叶川死死地盯着他，身上沾染着不知是谁的血迹。他对白风做了什么？这个疯子！我大步上前，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力道大到手掌发麻。叶川，我们已除契约了，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。白风只是个 B 级兽人，他根本威胁不到你，你这样欺负他算什么本事？叶川的脸偏向一侧，神情哀伤、愤怒。瑶瑶没有骗我，他咆哮着质问：你真的找了新的兽人？现在你居然问都不问一句，就认定是我伤了他？我懒得再与他争辩。转身的瞬间，叶川猛地抓住我的手腕。云青青，他身上的伤是他自己弄的，不是我。别再说了。我用力甩开他，掩不住嫌恶。你刚才殴打白风的动静那么大，我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，难不成还是他自己把自己伤成这样？叶川满腹委屈，哽咽道：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会演戏，这里有监控，你为什么不去查证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我干的？我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冷冰冰地反问。我相信我的兽人，也相信他的人品，绝不会听信旁人的挑唆。空气瞬间死寂，这一幕仿佛角色彻底对调，只是叶川的眼睛。我说，我曾经也无数次向你解释过，我没有剽窃过柳如烟，可你呢？你抹杀我的努力，选择相信他，甚至利用我的感情，精心策划一场羞辱。叶川，那些时候你可有半分相信过我吗？他如遭雷击，踉跄着上前一步，卑微的解释：七七，对不起，过去是我蠢，是我认不清自己的心，可我以后不会了。我们能不能……白风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，他痛苦地蜷缩起身子，猛地呕出一大口鲜血，随即双眼紧闭，渐渐变回兔子形态。再抬起头，我看着叶川的眼神里只剩决绝。叶川，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还有白风，他胆子小，不喜欢狼的气味，经不起下。我希望你以后永远也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重重地关上房门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叶川神情破碎，好像很委屈，明明他现在承受的远不及我那时的1/1000。21，叶川非法外出，重伤看守，擅闯训练师宅邸并伤害无辜兽人的罪行，很快惊动了兽人法庭。唯一的巧合是，那天我家电梯间的监控恰好故障，没能录下叶川对白风动手的全过程。但由于人证物证俱在，判决还是顺利下达了。他面临的判决是注射退化液，永久剥夺人形态，以狼形态度过未来20年的牢狱生涯。这对一个 S 级兽人而言，比死亡更屈辱。然而，这一切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段插曲。年度考核在即，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复习。今年新增了一项关键科目——兽人综合测评，不仅考核兽人的智力、体能、速度和战斗能力，还会对兽人进行重新评级。目前研究所记录的 S 级兽人仅有3只：叶川、父亲的棕熊兽人以及唐教授的袋鼠兽人。只要白风能提升至 A 级，我还是很有希望拿第一的。为此，我有些担忧。不过，我还是安慰白风，压力不要太大，我这边会努力多拿分数。他却笑得眉眼弯弯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反过来让我别担心。成绩公布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我这个从不怯场的人，第一次紧张的不敢查名次。相比之下，白风显得异常镇定。我捂住眼睛，只敢从指缝里偷偷看他。怎么样？白风没说话，他沉默片刻，满脸失落的摇了摇头。七七，你考了第1名，可是我……他连姐姐都不叫了，想必是评级结果不理想。意料之中，我拿开手，拍拍他的肩，安慰道：没关系的，我们还可以等下次。白风开始憋笑，等等，他在骗我。屏幕上的评级栏里分明是一个大大的 S 加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概就是考核的时候稍微发挥了一下隐藏天赋吧。他语气轻松，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什么天赋？在我的追问下，白风抬手对着桌角的虎刺梅轻轻一指，那盆植物竟缓缓腾空而起，周身萦绕着星星点点的绿光，漂浮在半空中。我生来就能与植物共鸣。随即，他任由虎刺梅刺破指尖，血珠沁出的刹那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。还有，我可以自愈，也能治愈他人。我想起自己手背上的伤口，原来是白风的功劳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我震惊得说不出话。上一次拥有异能的兽人出现在研究所，还是50年前，那也是唯一被记载的 S 加级兽人，而白风竟然是第2个。那你之前怎么一直……我不想在某些蠢货面前展示这些。白风不屑地冷哼，他们不配什么 S 级 B 级，我看那些随便瞧不起人的训练师才是 SB。白风凑近我，
罕见的露出认真神色。但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在你面前，我愿意毫无保留展露全部的自己。云青青，我喜欢你。22，忘了这个吻是谁先开始的，发展到后面，事态开始失控。77，不要害羞，你现在的样子很美，我很喜欢。77，别加。白风一双粉白色兔儿显了形，银白色长睫低垂，一遍又一遍的吻我，但他很快调整好状态，再次抱着我走到镜子前。这一次，白风不再隐藏自己的占有欲，任我怎么求饶都是直哄不停。看着面色米粒的自己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脚边那一排含羞草悄悄低下了头。23，叶川出事之后，柳如烟找上了我，她来到我的研究室，谨慎地带上了门，举止神秘。云师姐，我想有一件事，你有必要知道。柳如烟语气凝重，仿佛掌握了什么惊天秘密。那天叶川真的没有动手，是白风自己弄伤了自己，故意栽赃给他。这种心机深沉的兽人，你居然还能放心的留在自己身边吗？我停下手中的报告，看向他。柳如烟的天鹅是一只评级 A 的天鹅，那个羽翼洁白、天性善良的妹妹，因为在这次考核中扶起摔倒的对手而影响了成绩。柳如烟竟因此认为他给自己拖了后腿，大肆指责。讽刺的是，赛后天鹅兽人因高尚品格受到了总部的特殊表彰，他用这次表彰兑换了一个唯一的诉求，解除契约，永久更换训练师。如今柳如烟恐怕连最后一只兽人也失去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我平静地问。他一副为我着想的模样，坦然道：你应该立即退还白风，让他这种劣迹兽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云青青，以前的事已经翻篇了，我不是来跟你作对的，只是来好心提醒你。我笑了。柳如烟，你来提醒我这些，该不会是因为你想领养白风吧？况且他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。第二次跟白风做精神链接训练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这段记忆。虽然当时很生气，还骂了白风一顿，但我生气的只是他利用自愈这一点伤害自己罢了。柳如烟脸色倏地一变，你胡说什么？我目光锐利地直视他。研究所明文规定，想得到别人的兽人，必须向原主发起上位挑战。你当初想要叶川，却不用合规的方式，故意接近他，挑拨离间，妄想用不正当手段将他据为己有。你一次次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也不过是因为你比谁都清楚，你很自卑，且样样不如我。我的声音渐冷，有这些时间算计别人，为什么不肯好好提升自己呢？撕开他伪装的那一刻，真的很爽。柳如烟面容有一瞬的扭曲，是你说的对，我吊着叶川给你泼脏水，都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被我撬动的 S 级兽人。但我既然能成功第一次，就能成功第二次。你猜猜，接下来我会用什么方式把你那只 S 家的兔子搞到手呢？然而他话音未落，研究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许南宙抱着手臂靠在门框上，脸上挂着讥讽的冷笑。啧啧，小偷姐，终于逮到你了。他身后站满了不少闻声赶来的同事。许南宙举起手里的录音笔晃了晃，幸亏老娘留了一手，不然呢？剽窃的屎盆子你还要继续扣在我家七七头上，等我上交到检察署，你就把这屎盆子趁热喝了吧。如果这份审核材料递交上去，许南宙研究员的身份也可以画上句号了。柳如烟僵在原地，脸上血色尽失，刚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曾经射向我的回旋镖，如今也精准地命中了他自己。24，服刑前夕，叶川提出想见我一面，白风死活不肯让我一个人去。不料我和白风一起出现，让叶川大受刺激，他发疯似的撞向钢化玻璃，满头是血，仇恨地盯着白风，恨不得当场撕碎他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叶川终于恢复一丝冷静。77，我就要注射退化剂了，等我退化成了狼，有些话就再也没法说出口了。他颤抖地把手伸出小小的窗口，这是你给我的礼物券，差的几张我都补上了，我凑够50张了。77，你还要我吗？我接过那些礼物券，看到叶川笔法稚嫩的在上面勾勒出女孩和小狼的身影，可是礼物券还有我对他的喜欢已经全部过期了。我撕碎了那些礼物券，也撕碎了那些未能如愿的陈旧心事。北城那片的萤火之森，白风已经带我看过了，有他爱我，我不必再在生日时期待那样平凡的事情。再见，叶川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你也向前走吧。我牵着白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，身后的叶川再也压抑不住，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。25，结局。结婚的第2个月，白风开始变得奇怪，他变得格外粘人，总是跟在云青青的身后，寸步不离，患得患失。尤其是云青青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从监控里看到白风经常抱着他的毛衣喃喃自语，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很多干草，在角落里搭起一个大大的窝。几番查阅资料，他才知道白风这是怎么了，难怪他最近总是念叨我是不是生病了，好烦。77，我真觉得我怀孕了，最近总是贪嘴，喜欢吃辣的，要不你带我去检查检查。酸儿辣女，我要生兔宝宝了，生几只好呢？总之要像你不像你的，我就叼回北城森林去。白风还搬来了一大堆育儿书，翻来覆去的看，看完了就开始动手给女儿做小裙子，从发饰到小床，全都是他亲手做的。搞清楚状况的云青青抽出时间早早赶回家，看白风睡在那只大大的窝里，他躺进去抱住他，笨蛋，他从身后圈住他的腰。白风感应到身后有人，刚睁开眼就听见云青青小声说，你没有生病，你只是假孕了，放心，我会陪你一起熬过去的。说完他累了，头歪向一侧，沉沉睡去。白风却睡不着了，他心里像是被这些话填满，酸酸胀胀的，这就是人类所说的
幸福吧。白风永远也不会让云青青知道，眼前的幸福外年人总是跟在云青青的身后，寸步不离，患得患失。尤其是云青青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从监控里看到白风经常抱着他的毛衣喃喃自语，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很多干草，在角落里搭起一个大大的窝。几番查阅资料，他才知道白风这是怎么了，难怪他最近总是念叨我是不是生病了，好烦。七七，我真觉得我怀孕了，最近总是贪嘴，喜欢吃辣的，要不你带我去检查检查。骚儿辣女，我要生兔宝宝了，生几只好呢？总之要像你，不像你的我就叼回北城森林去。白风还搬来了一大堆育儿书，翻来覆去的看，看完了就开始动手给女儿做小裙子，从发饰到小床全都是他亲手做的。搞清楚状况的云青青抽出时间早早赶回家，看白风睡在那只大大的窝里，他躺进去抱住他，笨蛋，他从身后圈住他的腰。白风感应到身后有人，刚睁开眼就听见云青青小声说，你没有生病，你只是假孕了，放心，我会陪你一起熬过去的。说完他累了，头歪向一侧沉沉睡去。白风却睡不着了，他心里像是被这些话填满，酸酸胀胀的，这就是人类所说的幸福吧。白风永远也不会让云青青知道，眼前的幸福是自己如何绞尽脑汁一点一点偷来的。有一部分记忆他是屏蔽了云青青的，极尽勾引的手段，吸引他注意的叶川同款的蝴蝶结，伪造档案，伪造手臂上的伤疤，甚至凭空捏造出了一个前主，这一切都是白风的蓄谋已久。向来不肯以受姿态显于人类面前的叶川，忽然露出一双棕灰色的狼耳7年前，北城森林燃起大火，无数动物哀嚎遍野，许多人类主张放弃山火，认为投入资源是不必要的。是云青青带着爸爸派出的救援队，坚持到了最后一刻。她那时候明明只是个17岁的少女，却像是从火光里走出来的神明。小兔子，回家喽！她好耀眼，只是那一眼，白风再也没有忘掉她。一只兔子喜欢上一个人类，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呢？白风不知道。他只知道兔子的寿命太短，只有区区10数年，即便化形成兽人，也只能活到人类的一半寿命，是30岁还是40岁，他无法确定。所以这种可能会让他流泪的事，还是屏蔽他吧。但白风还是很开心，因为他的暗恋不再是咸涩灰暗的心事，也不再是极度的躲在阴暗角落，看着他安抚另一只愚蠢的狼人，而是不管这一生有多么短暂，他也能正大光明地站在他身边，陪他走过一段